大家好，是的，没错，你们看到的就是两台份的铝圈。这一组应该之前我有拍到，因为那时候我刚搬过来，所以想说，刚好有空就稍微擦一擦，然后也利用那个机会拍了一部片子，跟各位聊一聊一些社会的现况。我是觉得那种话题比较值得关注啦，因为讲难听点，整个社会的变化对于我们现在甚至以后的小孩子的未来都有很大的影响。结果，我现在我的频道里面就3个部分嘛，一个是进站，然后一个比较属于汽车方面的，但是就比较没有限主题，汽车、机车都有，也不限品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最不爱听的就是社会的乱象，然后人性的险恶，就比较讲一些比较深层的话题啊。就讲人性的这边的这个点阅率最差，回响也最差，可能也就变成说，现在关心这种话题的人越来越少，也难怪社会越来越乱。好，回到今天的主题，因为我可能又要面临一次搬迁，所以我上次清这颗的铝圈的时候，我本来就是要把它清一清、擦一擦，然后抛到网络上去，准备要做脱手的动作。然后结果那天可能聊到时间来不及，我就大概拿1-2颗出来擦了一下，看这个就比较干净。然后那个就很脏，那个就是都还没有擦到的。然后因为这一组跟保时捷那一组是放在一起的，所以就一次清出来，然后稍微的就是擦一下，然后拍个照放到拍卖上面去卖。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跟我联系看。我先声明啦，我现在状况不是很好，只要价钱合理我就会脱手啊，但是千万不要跟我出那个。我总共有4组框，这个13还是14寸，上次有拍到嘛？这个是日本制的 ，AT 值是30，然后6J 半14寸的。品牌是 AME， 这个本来是装在一台，我没有记错的话，装在一台老古董宾士的车上啊。你光看这个盖子也知道，这个盖子好像本来也不是它的。然后这个好像是5孔多少的，我看一下。然后毕竟老框啊，这种框回去或多或少都要整理一下。我不敢保证说都不用整理。这一颗没有写它的螺丝孔距，目前没看到。我到时候量，我现在身边也没有卷尺。奇怪，这个看起来，如果是宾士装的话，应该是5孔114吧，大概啦，我不是很确定。可能有熟的朋友可能也可以稍微的提示我一下。然后等一下哦。4颗，一组4颗，同规格的，它没有所谓的前后配啊，没有那种东西。好，另外一组，这一组是保时捷帕拉梅拉的原厂框，然后从侧面看得出来有高低，它是前后配，然后框都不错啦，只是难免啦，一定会搬迁啦，或搬来搬去，或有小朋友在仓库跑来跑去啊，一定可能稍微都会推到啊，像刚刚这样拿起来，就是可能有稍微磨到啦，都会啦。
所以这一组是18年6月3号的10J 半19寸 ET62，这个是 BBS 代工的。这边看得到，我记得是5孔130啊，然后那边 BBS SZ 哦，这边，然后BBS SZ， 它的规格都有写在上面，都很清楚。然后 BBS 德国厂做的，这边19寸前后配，这个大致看一下，我不敢说真圆度是圆的，但是我可以跟各位保证，这都没有整理过。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厚道啦，很多有些框它卖得很便宜，然后都给你保证真圆度没问题。我只能说在马路上跑，有谁的真圆度没有出过状况？一定会或多或少一定会蹬到坑洞啊那些东西。然后有没有整理我不确定啊，只是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不敢保证我的真圆度一定 OK， 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都没有整理过，连烤漆都没有。然后这个就是 9J 的，这个是前轮帕拉梅拉17年 9J 19寸，前面的 ET 值是64，一样前后配，然后状况都不错啦。以我大概看了一下网络上有在卖的一组，好像都卖到好像是旧款的18寸的还几寸的我忘记了，我记得我有看过。然后还有改装的，当然看个人喜好啦。我是觉得这组框如果买回去的话，你看你是嫌原厂框太大，你要换小一点，像21寸22寸你要降下来，其实有时候轮框太大车不好开，我的感觉啦。那这种框就比较适合于你看是要升级，可能17寸18寸升级，那或者说你的框太大，你要操控性好一点，加速好一点，你要缩小也都可以。那基本上我这一次先拍这2组框，先整理这2个，然后整上去到网络上卖，把它处理掉。我还有2组17寸的，一个是好像是 BBS RC 铝镁合金那一组，然后17寸的5孔120 B&W 用的，我以前的136在装的。然后还有一组是 Race 的 RAYS， 然后也是17寸，它2个尺寸，一个是4孔100，一个是我没有记得很清楚，因为那2组框压在另外一边，压得更深，一定要整理到某个程度才有办法把那2组框拿出来，所以那2组17寸的就先暂缓。那今天的这个就14寸 AME 的日本的绝版框，老车装一定很漂亮。然后5孔多少的？5孔宾士5孔100多少？忘了。我可能上拍，或者说到时候查出来，我在下面再把它尺寸列出来好了。然后另外一组帕拉梅拉原厂框 ，BBS 德国厂出的
帮保时捷代工的，就这2组。然后很多人说好好的轮框为什么要改装？其实你看，像保时捷这种车，它也是有它的成本考量啊。这样讲比较快，它不可能说给你出到，或者说美观，因为毕竟每个人看东西的那个眼光不同。有人觉得啊，这框好丑啊，换掉，或者说我要求更好的操控，我要换轻量化的、锻造的都有可能。然后基本上就是他一定会给你预留一个升级的空间。那为什么会换铝圈？当然就像刚刚讲的，除了美观以外，很多人并不知道换铝圈也可以。当然你换那种很贵很轻的锻造的，甚至现在还有碳纤维的轮框，那个真的簧下重量降低到一个程度，你真的开车你会觉得操控变得非常好。但是真的你在马路上你就知道了，一不小心一个下去，一卡钳就裂掉，或者说就歪掉，这都有可能。你越轻的框越容易遭受到外力的损坏破坏，它的承受力一定没有像这种原厂框的好，所以这是另外一回事啦。那我们现在来谈换铝圈，最基本的就换铝圈，你不用说换到一定要很紧绷的、很高规的铝圈，你就能提升你的操控性。当然你越换越重，那当然就是比较差啦。所以换铝圈基本上最重要的嘛，预算。你在同等预算下，你能够选到尽量轻，这是最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等一下，刚刚讲到换轮框嘛，换轮框以同等价位，我觉得啦。审美观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可能样子的话，每个人自己去协调自己喜欢的外观。但是一个前提就是，一样的价位上，尽量挑选比较轻的轮框，但是不要买杂牌。建议真的不要买杂牌，太多杂牌的轮框，一蹬到整个裂掉，甚至你激烈操架，它那个爪子全部断掉，我都见过。所以我只能建议在足够的许可的预算下，尽量找大品牌。你说那种什么一个10几万20万那种人听，如果你有预算也 OK 啦，但是就是尽量在你许可范围的预算下，尽量找有品牌的，然后样子你喜欢的，然后以同等价位比较轻的。再来就是一个重点，尽量让轮框让轮子，我这样讲，因为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体会到，就是轮子越出来越好，但是你千万不能超过叶子板哦，你不能超过叶子板，你超过叶子板你会受罚，你验车会验不过，台湾有这个规定。为什么？因为我可能如果各位骑车开车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看一下，其实当看到改装车的时候，我最喜欢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玩底盘，所以我不管骑车开车，我只要看到改装车，不管你是什么车，我第一个我都会先看它的轮子。你今天你真的是会玩车的人，懂得车的人，你多半都会要求到这一点，就是底盘一定会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没有一个稳健的底盘下，你在做怎么强大的改装，你再砸多少钱，我觉得都跟潘娜一样。我的感觉啦，可能有点得罪人，但是我觉得这是事实。所以回到刚刚的重点，在许可的预算下，在一样的基准点要求下的预算下，尽量选择重量轻一点的，然后它的装上去的 ET 值
尽量小一点，因为这个就是有点牵扯到专业的解说啦。然后我就是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就是我等一下回另外一边那个破取人腔那边，我再跟各位解释好了。两个换轮框，如果有机会换到轮框的话，就两个要求点。外观找你自己喜欢的，然后尽量不要找内六角螺丝哦。有一种锁螺丝的，它是内六角那种很真的，如果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一有问题真的会哭死。以前做底盘的时候，在打那个螺丝都很怕。好，回到正题，就是一样的预算下，尽量选重量轻一点的，有品牌的，外观你喜欢的。再来就是这个面出来一点，越接近平面是越好，但是不能凸出来，你凸出来的话你验车验不过。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但是我是觉得这一点有提跟没提差不多，因为基本上只要有品牌的轮框，它空框的配重就是没有加轮胎，它光框你下去做平衡的话，它的平衡性都已经算不错的。如果真的要更要求的话，就是它加的那个马浪式那个加重片，你配出来的框加重片配的越少越好。这样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懂我的意思。好，我回到另外一边。像刚刚讲到的 ET 值，所谓的 ET 值就是应该这么说好了，不管你是多宽多大的轮框，它的 ET 值0就是在这两个点，这两个点，我不是算外面哦，是从里面这个点哦，里面这个点，这个角度这个点算起的正中间，这边是 ET 值0，你越外面是正，数字也偏越大，所以这个的 ET 值就是60几嘛。刚刚有讲到，我又忘了 ET 60，好像是了，对的。然后重点就是你的 ET 值是正的，然后数字越大的话，表示这一颗铝圈缩得越进去，因为这个面嘛，像这一颗，我看一下，这边就会写，这个是 ET 值62的嘛 ？ET 值62的话，你看，光从这个侧面看，它凸这么出来，然后从里面看，它凹的这么下去，那是不是就变成说，除了底盘原厂设计的因素以外，如果你的那个哈姆座太缩太进去的话，你装这个会变得整个缩进去。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如果你的 ET 值是正的，然后数字越大，表示这个框会越进去。如果你 ET 值是负的，然后数字越大，表示它这个面越回来。这样懂我讲意思吗？如果以这个宽度的话，正中间是0，它的 ET 值是0，它正中间是 ET 值是0，你越往面这边走是正，然后越往面走数字会越大。你反向的，如果你正，它就是这个面越往面走是正，然后数字是大，越来越大，它就越往外面跑。相对的，这个人球是不是就越往里面跑？那如果你的 ET 值是负的，就表示这个面已经超过的中心点可能在这边。这个你仔细看哦，这个面跑到这边来，就变成轮子这个轮框会很出去。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因为你如果4个
轴心哦，还是轮框忘记了，突然想不起来。你尽量就是让你的4个轮子轴距是前后吧，轮距啊。如果你的轮距尽量的增加，你会得到更好的操控，你的侧倾也不会这么明显。当然，你的轮胎也很重要。你如果轮胎装60的、65的，你要说你侧倾能够抑制到多好，真的没办法。你看一些像跑车啊，或者说比赛车，当然像 F1 那种没办法，那是热熔胎，那一定会粘住，然后它几乎跟没避震一样。所以一般市售的街道的跑车，你注意看它的扁平比都很小，35、40。像以前我们在装可能就21、54、57，因为你太薄，在台湾这种路况你太薄，真的不小心坑洞没有闪过的话，胎皮爆掉，连 Q 受损，就这样子。好的，大概轮框的改装，应该这样讲是最浅显易懂了。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机会、有预算想要换轮框的话，就给各位几个方向。我再重复一遍，就是一样的预算下，当然你一定要找你看了喜欢的轮框，然后因为这是个人因素，我就不谈。换轮框就大概就有几个重点：一样的价位下，尽量找重量轻一点的；二，找有品牌的；三，找你装上车以后，这个轮框的面尽量接近你的车身的极限。像我刚刚以我车子做那个比较那样子，你仔细看，有的车都缩到里面去，然后结果开车的人好像就那一副我是开跑车，我很会玩车，结果你连轮框都没有，你的轮框就整个是凹进去的，你再说你很会玩车，我就觉得有点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啊，有点离题了。那就是刚刚讲的嘛，以同等价位找尽量轻的，找这个面能够尽量接近你的车身外侧的，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轮胎行愿意帮你测的话，就是你的轮框空重，像我们装轮胎也会做一个平衡嘛，一样的意思，就是一样，先不要装轮胎，因为轮胎是消耗品，甚至你可以做转换，就可以移动，就尽量找空框。光轮框的时候，你上去测它的平衡，跑掉的数值越小越好。真的，我是觉得轮框这种东西有牌没牌，品质真的有差。好了，那今天的2组轮框就大概介绍到这边了。我等一下也是就擦一擦，因为刚刚有几个镜头，如果就可以知道我会故意停格，我等一下就直接截取这个的画面，直接上拍卖就比较快。好了，谢谢各位，拜拜。